RRSP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只有退休的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它事实上呢是任何年份都可以取出来的，但是它的要求呢是，前面谈的是3个是政府的，那么下面呢2个是政府给个人的退休储蓄的工具啊，一个叫做 R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一个呢是叫做 TFSA 免税储蓄账号。那这2个账号呢也是政府给大家退休来用的。今天呢我们讲 RRSP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 呢这个是政府给有工作收入或者是有生意收入或者是有租金收入这些人给的一个节税的额度啊。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前面1年你这些收入的18%，我给你个额度，然后呢你在下一年的时候，你可以买的这个额度呢，就可以从你报税的收入里面就可以抵扣掉。它有2个上限啊，第一个上限是刚才讲的3种收入的18%，第二个上限呢是31500，就是最高呢是给31500。所以如果你比方说我有20万加币的收入，18%应该是36000，那不是的，因为高出这个31500了，就是最高就是31500块。就假设比方说你今年有2万块钱的RSP 的额度，当年的收入，比方说假如你有15万块钱的收入，你就可以把这2万块钱买了RSP 啊，想买完之后你报税收入呢就是15万减去2万就13万了，就不是15万了。这样的话，你的个人所得税、税阶什么都会下来。对，这都会下来的，因为它是从上往下减的嘛，就是你最高的税率乘以你买的RSP，就是你可以节税的额度。这个税呢，你就先不用交。但是 RSP 呢，它是一个延税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免税的工具。另外一个呢，就 RSP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只有退休的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它事实上呢是任何年份都可以取出来的，但是它的要求呢是，第一个，你取出来的时候，它就算你当年的收入；第二个呢，是你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额度就没有了，以后就不能再放回去了。除非呢是2种情况，第一种呢叫 Home Buyers Plan， 就是你第一次买房，每个人呢可以从 RSP 里面取出35000块来，最高。这取出35000呢就不算你的收入，但是呢要求你呢在未来的15年，慢慢的把它还回去。如果你不还回去的部分呢，当年就算收入。所以夫妻2个人的话，可以从 RSP 里面最多取出35000再加35000，就7万块钱来买房子啊。那这个呢就不算收入，然后额度还可以再还回去。另外一个呢是叫做终身学习计划啊 ，Lifelong Learning Plan (LLP)。这个呢是比方成年呀，再去进修啊、读书啊等等，它允许你每年呢可以取最多1万块，最多呢是取2万块出来。这2万块钱出来呢读书用，啊，这个也不算收入。然后呢，在你读完书之后呢，是10年之内把它还回去。那这样的话，这个取的这2万块钱呢也不算收入。然后呢，这2万块钱的额度呢也还在。其他情况下，你取出来之后，然后呢，这个RSP 的额度就没有了。对，如果你取出来当多了当年收入，额度就没有，它的 RSP 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了，就消失了。啊，对，这个就消失掉了。对。关于 RSP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它这个额度它是每年积累的吗？是每年积累的，对。有3万的额度，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干，那我会，你到明年还可以用，后年还可以用。啊，但是它不会积累。比如说我今年有3万，明年可能还有3万，那就6万就积累。哦，它是一直持续的。是的，是的，一直有的，对。对，一直有的。这个呢，你可以查一下你的每年报完税之后，有个 Notice of Assessment 的 NOA 上面就会有 RSP Contribution Limit 是多少。所以说 RSP 这个知识点，你什么时候学到都不晚，因为你即使没有买，但是你有这个知识。对对，一直在的，对。